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一集继续来聊有关中国对台湾的认知战。除了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导弹洗地、远火洗地之外，另外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以中国的武力可以很轻易的封锁台湾，而台湾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对外贸易，所以只要一被中国海空域的封锁，那这样台湾就会不战而溃，直接就投降。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来聊一聊这一个完全不符合逻辑，而且没有军事也没有经济知识背景的人才会相信的谣言。长期以来，不断有人一直在宣传，只要中国封锁台湾，那台湾整个民心士气会直接溃散，而台湾自己的能源、粮食完全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抵抗，所以封锁台湾经常被当成是中国武力犯台的起手式。但是这个谣言却充满了矛盾，却也让很多的小粉红，甚至是中国的同路人，不断的在各种媒体上面一直在炒作这个议题，到底能不能封锁？而封锁它的效果真的会那么好吗？我们就举一个例子，2022年，这才前年的事情，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女士访问台湾，这一件事情其实酝酿了非常久，中间也传出了很多的流言，一直到2022年的7月上旬，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事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先知会了裴洛西有可能会访问台湾的讯息，一直到7月19日，金融时报就公开披露裴洛西可能会在8月访问台湾。到了7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对外放话，认为裴洛西女士8月访问亚洲，顺道访问台湾是一种挑衅的行为，发出严厉的警告，甚至不排除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这时候画出了一条非常明确的红线。紧接着在7月28日同一天，美国的拜登总统跟中国的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大大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通话，而维尼熊直接呼吁拜登总统要劝阻裴洛西访台。接着在7月30日，美国的 NBC 新闻在新闻报道里面提及裴洛西女士访问亚洲的行程，台湾这部分还只是暂定。到了8月1日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了台湾以及美国政府的官员的消息来源，称裴洛西女士预计在台湾停留1晚，所以到了8月2日当天，全世界都非常关注裴洛西女士她专机的航线，可以看到她走了这一个菲律宾海这一条路线，因为当时中国派遣了战斗机还有军舰，试图要拦截她的专机。而右上角这一张照片就是当天在台北松山机场拍摄到他的专机准备降落时候的盛况，有那么多的台湾人在跑道头欢迎裴洛西女士访问台湾。裴洛西女士成为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台湾断交以后第2位在任内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也是美国联邦政府第1位执政党籍访问台湾的国会议长。所以在8月2日的晚间11点，就是2-3洞，裴洛西女士的座机就降落在台湾台北的松山机场，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烈的不满。紧接着就在当天晚上11点多，没有隔很久，立刻就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8月4日12时到8月7日的12时，在台湾的周边海域跟空域进行军事演训，并组织实弹射击。因为中国之前为自己画下了一条红线，可是美国从来就不会理睬这一类的流氓行为，所以他就下不了台，只好宣布要进行军事演习。所以裴洛西女士访问台湾大约19个小时，在8月3日访问结束，离开台湾。紧接着在8月4日12时，就是1-2洞，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按照原来的计划演训正式开始。大约在下午1点56分，就是1356时，
向台湾北部、南部还有东部的海域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的地对地弹道飞弹，也出动了22架解放军的军机穿越台湾海峡中线。令人意外的是，就是同一天8月4日的下午，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直接宣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解除相关海空域的管制。所以帮大家计算一下，原来宣布的是从8月4日的12时，就是中午的幺两洞洞，到7日的中午12时，原先规划是完整的3天，共72小时。可是真正的管制时间只有从8月4日的幺两洞洞到153洞，就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的3点半，总共3小时30分钟，而且是由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陆军大校施毅在下午153洞，就是3点30分左右宣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解除相关海空域的管制。这完全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追究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国际以及中国内部压力之下，所以只好缩短军演的时间。因为军演它实施的海空域管制已经影响到中国它自己的经济活动，还有周边国家他们的海空航线的运输活动，所以招致国际以及国内的压力，使得他的军演必须提早结束，也已经完成对国内的交代。甚至其中11枚飞弹里面有5枚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内，而引起日本的抗议，就是左边的图片里面编号56789这5枚飞弹。我们就先来分析空中运输受到的影响。这是东亚地区空中交通呈现飞机动态的 APP， 它的画面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台湾的所在地，而且要由日本、韩国起飞或者是飞往日本、韩国的飞机，一般都不会进入中国的领空，都会沿着亚洲大陆的沿海飞行。而且中国自己内部的国内航线，它的空中交通也非常的拥塞，已经饱和，所以它飞在海上的航线的密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假如实施台湾周边空域的封锁，会让整个亚洲的交通大乱。我们再来看右边这张图片，这是台湾周边的空中航线，它的密度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假如发生战争或者是军演，哪怕只是一个空中的封锁，都会影响到这些航线。另外在前一阵子受到大家关注的 M5-3 航线，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它自己国内航线已经饱和，所以它只好将部分的航线调整到 M5-3 这边来进行疏散。而随着 M5-3 航线它的运输量不断的成长，它的空中交通也非常的繁忙。虽然 M5-3 航线它压缩到台湾的反应时间，但同时它也去影响到了中国所要进行的各种军事动作。所以只要 M5-3 航线有任何的异状，也可以让台湾及早发现中国不寻常的举动。所以这是一条实施之后一刀两刃的特殊航线，不断影响中国它的军事动作，当然也影响到台湾的反应时间，也刚刚好使得中国自己的众多民航机成为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区。再来分析海运，在全球的海运要道来看，东亚的海运航线的枢纽就是台湾。所有的航线只要途经东亚，都会经过台湾周边的海域，所以封锁台湾就是封锁中国自己。因为中国的前10大商港，只有广西的北部湾港，就是位于左下角海南岛的西方，这个港口它排名全中国的第10名。除了这个港口以外，全部都会受到影响，甚至香港、广州、深圳还有上海、苏州这些港湾，台湾也是同样可以宣布进行封锁。所以封锁台湾就等于封锁中国自己，会使得中国大部分的海港受到影响。当然不可能中国所有的出口都改到北部湾港，这只会加重中国内陆运输的负担。在成本的增加上面，中国增加的成本一定会高出台湾非常多。当然有朋友会提到一带一路铁路运输，
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且没有任何经济上相关的知识背景的人才会相信一带一路。显然维尼熊小学程度的能力，他的幻想竟然被别人当真，因为铁路运输本身的成本就比较高，包括铁路的建制成本，它的营运成本、维护的成本都比海运的成本高出 20% 到 30%， 而且铁路运输的能量有限，没有办法像货柜轮一样进行大量的运输。另外还有地理限制，就是一带一路通过的国家都是位置偏远、比较贫穷的这些国家，所以全世界国家的发展就由中古世纪的陆权国家转向后来的大英帝国、美国这些海权国家，主导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当然这也是小学程度的维尼熊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我再说得更清楚一点，一带一路他们使用中欧班列，就是一长列的火车，它最多可以挂50节车厢，可以携带100个货柜。在去年2023年1月至11月，中欧班列总共开了16145列。我们就拿长荣海运的长帆轮，这是目前营运中最大的货柜轮之一，一艘船就可以携带23992个 TEU， 就是20尺的标准货柜。所以2023年11个月的中欧班列只要 67.3 艘的长帆轮就可以取代，再加上整个一带一路的路线它都是由地方政府在营运，所以它本身线路之间的竞争很激烈，造成了资金资源的浪费，还有沿途的货源分散，从欧洲回来中国的列车数只有去的时候的一半，呈现贸易上的逆差，目前没有办法达到双向运输平衡的状态。不像货柜轮从亚洲到欧洲还可以延伸到美洲，再回来亚洲。第三个，货物通道的连通不顺畅，它的营运成本非常的高，因为铁轨的宽度不一样，所以从中国开出的列车中间要经过2次的交换才能抵达欧洲。第四点，目前的一带一路这些中欧班列，它仍然高度仰赖中国政府的补贴，才能勉强让它的运输成本等于海运的成本，但也时常会高于海运的成本。假如取消补贴，那就维持不下去。其中最麻烦的是换轨的问题，因为中国它的轨道宽度是1435毫米，而中欧班列进入到前苏联的这些国家的时候，它的轨道宽度就要更换为1520毫米。虽然这边写换轨，实际上是需要换列车，就需要在这些口岸进行列车的交换，就要把这些货柜吊挂到下一个路段的火车上面。等到要离开前苏联的这些国家的时候，要进入欧洲之前，又要再更换一次，换到欧洲的轨道宽度，就是1435毫米的火车上。所以整个中欧班列，它从中国开出之后，要经过2次的换轨，这非常耗费时间还有人力。讲到这边，假如还有人相信一带一路可以成功，那我也真的是佩服你。所以结论是，假如中国封锁台湾的海空域，不但损人不利己，而且中国会先蒙受其害。台湾周边的海运假如都被封锁，中国的铁路运输完全没有办法可以取代原来的海运，因为台湾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全世界每年有超过 60% 的世界贸易量会通过台湾海峡。而在2022年8月5日，全球海运的巨擘马士基的执行长就有指出，假如台湾海峡遭到封锁，到时候各国就必须要改道，就会增加航运的时间跟成本，严重冲击航运量能。所以只要封锁台湾，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根本就封锁不了台湾。封锁台湾又是一则军盲才会相信的梦话，因为封锁台湾目的还没有达到，中国自己的经济就会先垮掉，全世界各国都会受到影响，全球受到影响，那各国就会进行干涉。中国的经济受到影响，
内部的民怨就会四起，最后就很容易导致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当然，这也是维尼熊小学程度的他想不到的事情。虽然封锁台湾只是军盲才会相信的梦话，但是台湾仍然应该加强我们自己的韧性，不要怕这些谣言，不缺乏各种的能源还有物资，还要有能力反封锁。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协助反制这些谣言，宣传正确的观念，也请麻烦将我们的这些影片分享出去，让这些谣言没有办法顺利的传递，来影响我们大家。另外，台湾也要加强能源的储存，也要加强粮食的储存。虽然中国封锁台湾的能力有限，但万一他假如有一天脑袋就是坏掉，还是一意孤行，那我们还是要有最好的准备。另外，我们要确保东部的港口它的对外运输可以畅通，就是在北边的宫古海峡以及南边的巴士海峡，可以堵住中国解放军它进入菲律宾海的这项企图，那我们就可以确保航道的畅通。所以我们要增加潜舰的战力，早日完成海鲲舰后面7艘量产舰的建造，甚至未来还要再增加它的数量，也要增加岸置陆基的反舰飞弹发射车，这样我们在台湾就可以直接封锁住这2个海峡，让中国它的水面船舰没有办法进入菲律宾海。增加了潜舰，就可以在这边南北两边增加了伏击区，那它的舰队更不可能进入菲律宾海。而且还要加强采购，包括 MH-60R 反潜直升机，还有 P-8A 反潜巡逻机，来增加我们对水面水下的打击能力。还要加速水面舰队老旧舰艇的替换，包括现在建造中的轻型巡防舰，还有规划中的配备神盾系统的大型水面舰，这些都是确保我们东岸港口航道重要的武力。有这些准备，我们就可以破解封锁台湾这种不切实际的谣言。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